人们经常觉得这个发达国家的人是不会缺乏营养的，但是呢，有一种营养素啊，越是发达的国家的人啊，越容易缺乏。而这个营养素呢，对我们的健康又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再聊一聊这个营养素，它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防止这种营养素的缺乏？同时呢，对有些人来讲，你还要防止这种营养素的摄取过高。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对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讲，有一个营养素，他是一定很关心的，就是钾。那么高血压的病人为什么要关心钾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钾呀都有什么样的生理方面的作用，跟我们健康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钾是一个重要的矿物质，也是一个电解质，是我们细胞里面最丰富的一种阳离子。我们说这个生物化学和生物能量是相互关联的。这个钾呀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跨界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既是一个生化成分，同时呢它又直接参与了这个神经电的产生和它的活动。它对我们的细胞的功能、神经的传导、肌肉的收缩和身体里面体液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钾的一个最重要的好处呢，就是跟我们的血压有关系。足够的钾呀，它能够促进身体去排钠，那就减少身体里面水分的储留。同时呢，它还能够让血管舒张起到降血压的作用。所以保持充分的钾对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中风等等都有降低他们风险的作用。另外呢，它对我们的糖尿病人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糖。另外呢，钾还是一种有机盐，它对我们的骨骼的健康也很重要。它还通过体内的酸碱平衡来防止我们的骨质流失。另外呢，身体里面的钾呢还可以防止过多的钙从肾脏排出，这样减少呢肾结石的风险。这个钾很难从别的地方补充，主要是靠食物。那么哪些食物富含钾呢？首先是水果类，香蕉、橘子和西瓜。100克香蕉里面就含有358毫克的钾。另外就是蔬菜，蔬菜里面含钾最高的是菠菜，100克的菠菜里面含有466毫克的钾。其次呢就是土豆100克土豆里面有421毫克的钾，特别是烤土豆。另外就是甜菜，100克的甜菜里面含有300毫克的钾。第三就是豆类，特别是黑豆，100克煮熟的黑豆里面含有560毫克的钾。第四就是坚果，这100克杏仁里面含有705毫克的钾。这100克的葵花籽里面含有850毫克的钾。第五就是海鲜，100克的鲑鱼含有490毫克的钾。100克的金枪鱼呢含有522毫克的钾。其他的食物像牛油果又叫鳄梨，100克的鳄梨里面含有485毫克的钾。100克的椰子水里面呢含有250毫克的钾。在奶制品里面，100毫升的牛奶里面应该有150毫克的钾，100克的酸奶里面呢应该有140毫克的钾。大家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足够的钾是非常重要的。对绝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钾都是缺乏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你补充钾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第一呢，就是严重的肾脏疾病的患者，虽然说钾对我们肾脏功能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的病人呢，他不能够代谢钾，如果你补充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容易造成高钾血症。那么高钾血症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在后面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呢，就是正在使用一些药物的人，有些药物呢，它是一种排钠保钾的利尿剂，这种利尿剂本身呢，就会增加体内的钾的水平，你如果再补充的话，血钾容易过高。还有一种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的 ACE 抑制剂，像奈洛普利、贝拉普利这一类的药它容易呢造成血钾的储留。还有呢就是血管紧张素2受体的阻滞剂，像氯沙坦、疥沙坦，这些药呢也会增加血液中的钾的水平。另外就是糖尿病性的肾病，也会造成肾脏不能够排泄钾。还有一些呢心脏病的人，钾的高低对心率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呢在补充的时候也需要小心。总体来讲，老年人呢一方面他需要钾，另外一方面呢他的
排钾的能力也在降低。所以呢，要调节这个血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知道血钾高还是低呢？我们首先说，血钾一旦不正常，它会出现一些共同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肌肉收缩会出问题。高血钾呀会让肌肉瘫痪，低血钾呢会让肌肉痉挛。第二呢，就是心律失常。高血钾和低血钾都会造成心律失常。一旦出现心律失常了，我们一定要查一下血钾的水平。另外就是消化道的症状，血钾高啊，容易恶心呕吐；血钾低呢，人容易便秘，因为它胃肠的蠕动啊减弱。另外就是神经系统症状，无论是血钾高还是血钾低，都会出现手指、脚趾麻木或者疼痛啊。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一定要查一下血钾。那么血钾低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症状，就是严重的疲劳。这个血液检查呀，很容易查出这个血钾的高低的水平。那么要真正的确定的话，那么就做一个血液检查，以及呢心电图就可以确定。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症状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血钾有问题一旦呢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去看医师。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